大家好，歡迎回到北歐老吳的頻道。今天是會員專享的周末漫談。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下周有哪些重要的經濟數據。周二 CPI， 周三 PPI， 周四零售數據，對吧？還有跟就業相關的，那麼數據還是比較多的。但是現在市場現在對這些數據不是很敏感，像那剛過去这周出的非农數據，說明這個就業市場沒有那麼差，對吧？現在更關注的有這個可能是地緣政治啦，或者是現在公司的財報，對吧？主要是這些。但是不論怎麼講，這個通脹數據還是比較重要的，還有這個 PPI， 這個是我們需要關注的。這是下周的經濟數據。那麼財報季還沒有結束，我們看下周有哪些公司要出財報。最重要的就是5月20號英偉達財報。那麼在下周的話，還有這個5月11號有這個跟衛星通訊相關的，對吧？這個在頻道中有大家問過。還有馬拉松挖礦的，阿里巴巴，就是還有這個跟數據中心能源相關的供能的，對吧？這個 NBIS，在頻道裡面大家問的也很多。這個周四的話還有一個 AMAT， 這個 AMAT 也是跟這個芯片製造啊，跟這個設備集成，就跟這些數據中心相關的，所以這幾個我們一會兒等一下都要這個一起看一下。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要分析的，先看一下標普，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要出財報這些。如果說還有時間的話，我們可以在這個看一下現在市場上關注度比較高的、動能比較強的。那麼我希望這個視頻整體就是周末漫談，基本上控制在1個小時之內，對吧？這樣大家看起來也不會特別累，因為畢竟時間長了的話，可看性就比較差了。還有就是說，大家可以在視頻下方留言。如果說你發現你的留言在1、2天之內，沒有被回復的話，那可能就是大概率是系統有什麼問題影響了我，因為我一般在1、2天之內都會有回復的。所以如果說沒有回復的話，你就再發一次，就或者再發幾次，這樣的話就不會漏掉。因為之前發生過有一些朋友在頻道中留言，但是我沒有看到，不知道這個系統排序啊還是什麼其他原因沒有看到，所以漏掉了。好的，我們來看一下现在這個情況，月線上。本月這是已經是1周多一點，還有3周，對吧？還有3周的時間。那麼本月的話，現在已經漲了2.6%了，最高點7401.5，漲得非常強。頂分型還沒有跡象。我們一直說它這個在月線上它是一個1、2、3、4、5、6、7第7段，對吧？你也可以去測一下5和7應該是不背馳的，就前面這段比較一下的話，它是不背馳的，已經突破了等比例了6500，說明這個5跟這個7跟前面這個5比較的話是不背馳，對吧？所以說這個走的還是非常強的。但是不背馳是一回事，但是看它的內部結構是不是有飽滿度的結構，那麼它也會回調。那麼回調的話就是第8筆或第8浪，碰不到前面的4818的話，還可以有9，對吧？可以這個從這個666.79這裡來一個9浪上漲或9浪衰竭，我們有這個模型7浪衰竭和9浪衰竭，所以說現在就看它之後怎麼選。那麼看一下最後這段月線上還是一筆，看一下它的次級別周線。那麼周線這個結構已經很熟悉了，我們已經很熟悉了。那麼它是從這個3491上來的，大 A 中枢、大 B 中枢2個中枢的高低點沒有接觸，一個趨勢上，2中樞趨勢上。那麼一般說趨勢上就是2個或2個以上中樞。如果說盤整，那就只有一個中樞。所以說你這裡也不用說2中樞趨勢上，當然了，它也可以是3中樞。但是在這裡的話，如果說只說趨勢上，那就是指的是2個中樞，或者趨勢下，那就指的是帶2個中樞的一個向下。那麼針對這個 B 中樞啊，針對這個大 B 中樞還出現了一個300，這波回撤就是這個中東這個事兒，那麼造成了這個一個大300，周線一個300之後，啪再打一個高點，現在是出現了 C 段了，對吧？
在纏論這個模型裡面，這個 C 段啊，就是模型禪師說過，這個針對这个第二个大 B 中枢，它必須要有3買，包含3買的這段才是小 c， 才是小 c。如果說不包含3買的話，我們重新畫一下。如果說不包含3買，只是這樣的話，你不能說它現在不是針對大 B 是沒有3買的，它還可以再拉回來。那拉回來的話，那這段就不叫小 c 段了，它只是圍繞大 B 的一個區間震盪，對吧？所以說必須要有3買來確認，才能說後面這就是從4835整個走的這段才是小 c 段。所以說它是有區別的，有沒有3買是不一樣的。那麼這個結構已經相對很飽滿了，跟我們剛才那個模型比較，有進入段，有大 A， 有大 B， 有3買，還有 C 段，所以這個結構已經很飽滿。但是前提是最後這段要結束啊，對吧？從6316到7401，它要結束。你雖然說這個結構飽滿，但是它的周期大，它是周線這個周期的。那麼周線上飽滿，並不代表它的次線也飽滿，次級別也飽滿，對吧？次級別如果走得強的話，動能很強的話，它也是可以繼續往上走的，它甚至可以這樣走。這是1、2、3、4、5，在這個C 段它可以走一個5浪，甚至走一個7浪或者9浪都可以，對吧？沒有什麼規定說，纏論裡面沒有規定每一個浪型它走多少浪，就是每一個小 B 段和小 C 段它的內部是什麼結構，這是沒有規定的。它只是連接2個中樞。這就是中樞，大 B 中樞、大 A 中樞，但是連接它們的這個並沒有規定，你只要級別比這個大 B 中樞和大 A 中樞小就可以，只要比它低就可以。所以說，如果說是跟它級別一樣的話，那就相當於這裡又出來一個新的中樞了，對吧？也是可以這樣啊，我這裡回來了，然後在這裡做了一個新中樞，相當於這裡出現了一個新的大 C 中樞。但是呢，大 C 中樞啊，現在這個6099，或者說這個小高點就是6099附近吧，6100附近這個中樞的圍繞大 B 中樞的震盪跟這個大 C 中樞還沒有碰到，它可以是3中樞趨勢上，對吧？即使這個回來做 C 中樞的話，也是這個趨勢上沒有改變。你要想改變的話，首先要跌破6316，要這樣砸回到中樞裡面來，那麼就看有2種情況了。如果說再拉回去，那就變成了 C 中樞了。那麼這個就是相當於高低點有接觸，這就形成了一個擴張大中樞，升級了，對吧？升級之後，那前面這些都變成進入段，它可以繼續往上生長，這是一種情況。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拉回來了，就是跌破這個3買，哎，跌回來砸回來了，但是呢反彈很弱，然後開始走反向，那這樣的話就變成了7401就斷開了，對吧？所以這個拉回到中樞裡面之後，這個反彈的2脈是非常關鍵的。如果說2脈之後這個，然後再來一個1、2、3，就是前面這是1，後面這是3的話，那這樣走基本上就走反向了。所以說，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它的前提條件是一定要跌破這個3買才可以。但現在所有的這些都是推演，那麼我們關注重點就是最後這一段 C， 它有沒有結束？看一下它的次級別。那麼在次級別日線上現在走得非常強，日線上還是一筆呀，連一個頂分型現在還沒有出現，前面是出現過幾次中繼的頂分型，對吧？出現過幾次中繼頂分型，但是都被打掉了，都變成中繼的了。現在頂分型還沒有出現，那麼想要轉折必須要有頂分型。我們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這就是我們平時在做直播的時候經常分析到。好的，這就是這個6316這個起漲點。我現在只關注這個右側6316右側。那麼在1小時上一樣的結構，大 A 大 B， 然後也是3買。你看它這個離開就是小 C 段離開就是出現了一個5浪形態。看在1小時上，1、2、3、4、5走了一個5浪，跟我剛才在周線上說的一樣。就是你沒有規定這個 C 要是以一個什麼樣的結構離開，它只要比這個大 B 的這個級別低就可以。如果說回來了，那相當於級別一樣了，這裡做中樞了，就是 C 中樞了，
对吧？所以說現在是五浪了，但是你也不要追了，畢竟是已經走在1小时走小五浪，它这裡隨時回来，然後做中枢，做完中枢之後，你可以去嘗試做這個結構買點，就這裡不是有一個結構買點呢，它可以再打高點，或者說即使不打高點的話，它也會給一筆反彈，給一個二賣，然後可能這樣做反向也可以。但是因為它這個級別相對是比較小的，1小時的，所以你能不能夠參與，比如說你能不能參與這段反彈，那就看你個人的能力了，對吧？所以這就是在1小时上它之後的一個狀態。好的，這就是針對指數，我們簡單做一個復盤。然後來看這些要出財報這些，先看這個 ASTS。那麼這個 ASTS 大家之前是問過的，對吧？它主要是一個什麼呢？它主要是一個它的主營業務就是構建全球首個唯一的商業航天蜂窩寬帶網絡。簡單的就是說，就讓普通的智能手機無需任何硬件改裝，就直接可以通過衛星實現4G、5G 的上網，然後消除了地面基站無法覆蓋的這個信號盲區，這就很牛了，对吧？那麼它這個它在這個衛星直連手機就是 D2C 領域的話，它是領跑的，它是龍頭。那麼當然了，它跟這個SpaceX 裡面的這個 Starlink， 他們是這個競爭對手。那麼，但是它現在是唯一能夠證明能夠通過衛星為普通手機提供寬帶速度，而非僅僅是短信的公司，對吧？之前其他也有一些是可以用那個發短信的通過衛星，但是它是唯一能夠證明，提供通話的，所以這是這麼一家公司。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的圖形，然後在這個周線上，這個我們之前是分析過，在周線上是形成了2中樞，這是 A 中枢。A 中樞、B 中樞，這2個高低點是有接觸的。我們看一下它的價格，36.08和39.08，对吧？这是高低點接觸了，說明這是一個大擴張的。但不管怎麼樣，我們要先關注的是就是針對這個大 B 中樞，這前面是的 A， 也是 B， 但只不過就是這是一個擴張裡面的2個小中樞。那麼針對這個 B 中樞的話，它現在這個回撤離這個中樞已經很近了。那麼這個中樞的上沿在60.95，那麼這個如果說因為財報的原因給砸回來，你看它這個 MACD 現在下壓的比較深，張口張得太大，然後柱子的長度都在伸長，对吧？說明這個它的小周期的動能太強了，下跌的動能現在有這個起緩的跡象，但是就看這個下周能不能夠企穩。那麼現在在周線上還是只是一筆。那麼我們需要看一下它的次級別，在次級別3段，這是我們之前分析的1、2、3。雖然說你看它這個第1段裡面走得很複雜，但是在纏論裡面的話，它只是一段一筆。那麼這個1、2、3明顯是有背馳了呀，3是短，對吧？3是空間短，然後現在這個也觸底分型了。然後就是反彈還沒出現，就是這新的一筆還沒有生成，因為在纏論裡面它是定義了，老筆就是前面這一筆只能被新的一筆破壞，只有新的一筆出現了，你才能說前面這一筆結束。如果說新的這一筆沒有出現，你就不能說前面這一筆，這個死亡，它可以是延續的，對吧？所以說現在就是這麼一個狀況，它現在這裡反彈還不夠一筆呢，那就看下一周。它是在周一盤後要出財報，看它出財報之後是一個怎麼樣的選。但是呢，如果說只是一個，比如說給你一個反彈，我們看一下它的空間。如果說到前面這個小高點38%，這個空間是比較大的，到這個的可能性比較低。如果說只是比如說給你反彈的10%、20%，大概到這麼位置15%，那麼它其實是可以做一個反向中樞，可以繼續下。也就是說，前面的129.89下跌沒結束，那這樣的話就可能會砸回到周線那個大中樞裡面來，對吧？所以說你要是要想做這個反彈的話，就看一下它可能的反彈的一個空間，你可以用黄金分割測一下，看一下它到這些位置之後，再看它是不是受到了壓力，開始一個跳空高開往下走。所以說。這個票漲上去了，你就不要追了。比如說它已經跳空高開到這些位置了，你就不要追了，它很有可能就是一個高開之後下殺。畢竟
它在这個日線上，它這個 MACD 都沒有拉到0軸以上的，對吧？這個 MACD 還在0軸以下，所以周線的話還也在0軸以上，所以說日線上現在是偏弱的，日線上偏弱。我們繼續往下看 NBIS。那麼這個 NBIS 的話，大家也是現在是非常火，大家也比較熟悉。它是一家歐洲公司，那麼它的總部在阿姆斯特丹，在荷蘭。那麼它主要是提供 AI 基礎設施服務，圍繞英偉達的這個 GPU 構建了大規模的雲算力平台。然後這個它作為英偉達的優先合作夥伴，應有芯片配額。它是歐洲領先的獨立 AI 雲供應商，它的競爭對手主要有啥呢？就那個 CoreWeave，然後還有這個亞馬遜呢，還有微軟的這些雲是它的這個競爭對手。但是呢，它這個資本支出還比較大的，2026年面臨着巨大的擴建資金需求，而且它的歷史背景使其在部分市場仍面臨嚴苛的審查，因為它是原來是Yandex 是一個俄羅斯的一家公司，然後後來改造的，所以也是不算是根正苗紅吧，還是帶一點俄羅斯的血統，所以可能在一些那個地區它的審查還是比較嚴。我们看一下它的圖形，那麼图形的話，我們看一下月線，我们把這個給它先刪掉。月線上它有個大中樞，月線上這裡面下面有個大箱體和一個大中樞，它的最低點在9.94。如果說你從9.94分析的話，它其實是中樞在這裡，我們把它拽過來，這樣分析，對吧？那麼9.94這裡把這個也刪掉。9.94，我們現在只關注9.94右側的，那這裡有一個大的月線中樞，然後月線中樞開始離開，走小 B 段，現在是走的一個123了。那麼現在這個3還沒完成，現在我們看一下裸 K， 從這個起漲點這裡的話，現在只有1、2、3、4， 4個月，只有4根 K 線，還不夠一筆，但是張口張得非常大，看它的 MACD， 張口張得非常大，對吧？這個動能是非常強的。那麼這裡成一筆的概率是比較大的，也就是說從73.5上漲這段成一筆的可能性比較高，但是在月線上是3段，我們現在可以測一下潛在的等比例在哪裡。哎，200.52剛好是它的等比例的位置，所以看吧，200.52這個位置能不能夠成為一個壓力位置？如果說能夠突破上去，那基本上就是不背馳，就牛了，就厲害了。看一下它的次級別，73.52右側，73.52右側在周線上還是一筆，看一下日線。好的，這就是73.52右側，73.52就是這個月線上那個起漲點。那麼在日線上是什麼？下面有一個中樞，也是一個123，發現沒有？同構了。月線上的結構跟日線上的結構一樣，這就是它的這個纏論說的這個結構的同構性，對吧？你在各個週期，它會那個，尤其是同一波人操作一隻股票的時候，它會出現這種同構性的一個結構。它在大週期上也用同一個方法，在小週期上也用同一個方法，那你就同構了。所以你再發現大週期是一個結構的時候，小週期你也按照那個方法來操作交易來就可以了。那麼在日線上的話，現在也是一個123，我們也要測一下這個3，但現在這個3明顯是弱的，就現在這個3和前面這個1比較的話是弱，我們可以用工具測一下是不是背馳了。它還沒到等比例，等比例在211.76是它的等比例，現在沒到，已經出現頂紋型了。所以說現在這個3，然後你看它的 MACD 也是弱，這個 MACD 明顯是高度沒前面的高，柱子的面積沒前面大，就是前面這個1的面積，對吧？明顯是弱，所以說這是雙背馳。那麼它回來的可能性比較高，但是它是因為5月13號，周三盤前出財報，那麼可能在周三盤前，周三比如說周一周二再跌2天，然後周三，然後一個跳空，要麼是跳空往下走，要麼跳空往上走都可以。所以現在短期看是弱的，那就看它財報之後怎麼選，這就不好說了，因為財報這個東西太難去判斷了，對吧？
你可能財報的結果比較好，但是如果說你的指引不好的話，比如說你這個數字，對吧？這個 earning 和 revenue，比預期的強，但是你的指引差，一樣暴跌，這種例子太多了。所以財報你想賭單邊的話太難了。那麼不論怎麼講吧，我們看一下往上走的空間有多大。現在的價格到前高11%，如果說這裡繼續往下走一走，到前面這個低點24%，上下10%的空間，如果說往下來的話，上下10%的空間回来反而是要一個很好的買入的機會，因為它這裡可以做2個中枢之後繼續上的，对吧？我們看一下这2個高低點有沒有接觸，132.7。132.3剛好沒接觸，所以是一個如果說回來的話做中枢，它也是可以是趨勢上，2個中枢高低點沒碰到，所以回來肯定是一個好機會再買入的，而不是去割肉的，尤其对你長期看好的這個公司。好的，這是針對這個 NDIS，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AMAT。那麼 AMAT 的話，這公司大家可能炒作的比較少吧，但是股價並不低呀。那這公司是什麼？是主要提供製造芯片所需要的原子級材料工程解決方案。幾乎全球每一顆新芯片都經過其設備的加工啊，核心涵蓋沉積，這個離子注入、先進封裝，這都是這個在製造芯片過程中你需要的這些。它的這个它在这个原晶厂設備市場長期是有市場佔有率是第一的。它的主要競爭對手有那個荷蘭那個 ASML 這個光刻機，還有這個 Lam Research， 這都是它的競爭對手。但是它的問題是出口管制與這個非 AI 業務的復甦緩慢。2026年，它面對對中國出口限制，導致它的營收缺口。雖然這個 AI 需求爆發，但傳統 PC 和智能手機市場對成熟製造設備的需求疲軟，拖累了它的整體增長結構。所以這就是它的現在一個簡單的一個這個基本面。我們看一下圖形。那麼圖形也是這個我們之前也分析過，下面有一個大中樞，這個大中樞是月線的本級別中樞，也就是說這個中樞可以由線段構成。我們換一個顏色，它可以由紅顏色構成一個線段構成大中樞。然後上面這個中樞是藍顏色構成的，這個中樞是它的300，這個是下面中樞的300，因為它的級別不同，對吧？所以從123.74這波上漲的話，它是下面大中樞的小 B 段中的大 A。如果說你要做標記的話，它就是一個 B 中的大 A。然後現在走的是什麼？走的是 B 中大 A 的小 B， 是這麼個結構，就是 B 中 B 這段就是一個 B 中 B 結構。B 中 B 是一個浪形結構裡面，跟那個波浪裡面的3浪3可以對應，是最豐富的一段，或者說空間最大的一段，可以這麼說。那麼現在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就是這個小 B 段，或者說 B 中 B 的這段。次級別週線上還是123，那這就更厲害了，就是B 中 B 中的 B 是這麼個玩意兒。那麼在週線上，它這個3，我們要看這個154的右側，這個在週線上第3段或第3筆是什麼的內部什麼結構？好的，那就是157，它的次級別，週線的次級別就是日線 ，A 中樞 B 中樞。那麼針對這個大 B 中樞還沒有出現300，對吧？我們剛才之前說了，沒有出現300之前，這段就不能叫小 C 段，因為它可以拉回來。只有出現帶300的，它才能說這段是 C 段，所以說現在還可能拉回來的。那麼拉回來的話，我們可以看一下的這個空間，但是拉回來空間就比較大了，20%，對吧？如果說你用黃金跟分割測一下也可以，從這個起漲點，看它能到哪些位置，對吧？這樣的話你可以相應的，它是在5月14號週4盤後，所以就基本面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已經說過多次，要敢於買回撤，對吧？那個中東戰爭，我們在那期間我也分析過很多股票，我們也一直說，
長期看好的公司，只要基本这种地缘政治是对所有公司都是有影響的，你不单单是对某一个公司，可能有的公司影响大一點，可能對一些石油公司影響可能是好一點，對吧？但是多多少少都有影響。那麼我們關注的是它的長期5年、10年，這個仗真應該不會打個10年、20年、30年、40年去吧，對吧？所以說對這些公司長期來看，它只要沒有這麼長深遠的影響的話，你就要敢於買回車。你這樣的話才是一個長期投資的一個交易者，而不是說我只是去追漲殺跌去，那你就沒有意義了。所以這種每次的回撤，你會發現，每次的回撤都是這個加倉的好機會。上去了力度弱了，我就賣一賣；下來了，哎，又是結構買點，我再繼續買；上去了又弱，我再繼續賣。你來回做短差，你這成本就很低了。一旦成本低了之後，你的持有的信心就會很強，因為他想要跌回你的成本是很難的。比如說你的成本在200附近，他想要跌回來，那就就說400跌到200，對吧？腰斬。那這個難度是比較大的，除非是公司的基本面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那這種情況出現變化的時候，可能早就跑了，對吧？它不可能說一下跌50%。當然了，有一些小公司也可能出現這種，但是我們選基本面的時候，已經把這些可能出現一天跌50%的公司給過濾出去了，對吧？所以這就牛了。好的，那麼的話，針對它的話，就是要是回來，那目前看的話，回來的可能性比較大。但是呢，因為它現在這個離開呀，這裡其實是有一個中樞的，在4小時有一個中樞，它也是可以這個段沒結束，可以是有一個 AA 中樞，然後繼續往上走，然後在這裡再做一個 B 中樞，就這段從這個320這個起漲點可以沒結束，可以一直往上生長，那這個我就沒辦法預測了。但是因為它是2個中樞了，這有 A， 這有 B。那這段你要想不背馳的話，你要跟前面這段比較，我們可以測一下。現在目測的話，空間差不多，大概測一下。哎，剛好是在等比例上方，417是這段的等比例。你會發現這個位置，前面這個價格我們把它標出來，是受到這個影響了。420.5的時候。420.5的時候，剛好是受到這個等比例的位置影響給砸回來了，但是它又上去了，對吧？但是這個的離開，前面的是3段，這是一個1、2、3筆呀，構成了這個連接，就是2個大 A 中樞和大 B 中樞的連接，是由3筆構成的。我們用紅顏色給它標一下。那麼這個離開現在只有1筆，它完全也可以是3筆，它可以回來給一個3買，然後再打一個。對吧？那這樣的話，它倆級別就相同了。這段的級別跟前面這個連接段的級別是相同的，它是可以這樣走的。所以回來肯定是可以再繼續買，只要不拉回到這個中樞裡來就好。所以這就是針對這個 AMAT。我們再看這個 Marathon，這是5月11號周一盤後。這個 Marathon 是啥呢？是這個，它原來是個挖礦的公司，挖比特幣的。但現在是一個數字資產計算與能源管理，都開這些挖礦的，你發現沒有？挖礦的、挖比特幣礦的這些公司，都是開始往能源管理轉了。但是它的核心還是這個比特幣挖礦。它正在利用自有的電力基礎設施向 AI 推理，還有高性能 PC 轉型，就是這個 HPC。然後它的規模效應和電力資產是它的這個護城河，擁有全球約5%的比特幣算力，且2026年通過大額收購，比如這個收購了一些公司，獲得了超級瓦級的電力開發能力，具有極強的能源議價權。它是全球規模最大的上市礦場，也是除了 MicroStrategy 以外的全球第2大比特幣企業持有者。所以它的競爭對手就是這個 MicroStrategy 了。當然了，在電力方面、能源方面、能源管理，它可能是像那個 IREN， 這個其實是比較火的。這個 IREN， 對吧？這也是挖礦公司轉型的。然後還有什麼 CleanSpark， 對吧？這都是它的一個競爭對手。好的，我們簡單說一下啊，我們看一下它的圖形。那圖形就複雜了，前面之前挖礦的時候之前起過一波，然後最低點在0.3522，它可能是一個，就是前面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它通過收購一個公司上市的，對吧？就是買殼
借殼上市，有可能是借壳的。那麼借壳之後，啪起来了，然後在月线上，它从这个最低點0.3522进入段，它就開始這震，看到沒有？震出來一個這麼一個收縮的一個中樞，有點我們把這個這樣畫，做了一個收縮的中樞。那麼這個如果說這一筆能起來的話，從最低點起來，如果說到這個壓力位置，因為是可以是兩個小高點連線，對吧？跟前面這裡也是在這裡，所以如果說能到這個位置的話，我們看一下有大概多大空間？40%。看着這個圖形上好像不大，但是因為它的周期是在月線上，所以這個是有40%以上的空間，它能頂到這個潛在的一個壓力的位置。所以這就是在月線上有40%左右的一個空間。我們看一下周線，周線上還是一筆日線，那麼日線上就有帶結構了，從這個最低點6.66，這裡是進入段做了一個中樞，啪又上去，哎，又是剛才那種結構，發現沒有？又是剛才跟這個 AMAT 這個結構是一樣的，所以就是帶一個中樞，然後一個300，這就是纏論說的嘛，對吧？大小通吃，老少皆宜。你這個學會了一個方法，任何的圖形都可以用。方法是一樣的，這就是我們纏論的厲害的地方。那麼現在那個既然方法一樣了，你分析的時候也是一樣，看一下有沒有背馳啊，三段，哎，它沒到等比例就弱嘛，對吧？等比例在14.87。如果說因為財報的原因能夠衝到那兒的話，我們看一下大概空間14%，這就是它往上衝。如果說衝不上去回來的話，那就可能要做 B 中樞，這裡是 A 中樞，做一個 B 中樞，看能不能再上。那我們在這反向，如果說砸回來的話，看一下到前面這個低點20%，上下15%、20%左右的一個空間，對吧？回來的話，它即使把前面這個3脈跌破的話，就砸回到這個中樞來，這裡其實還是有一個中樞的，跟我們剛才分析那個指數是一樣的，它可以是給你再次做一個反彈，甚至給你一個微轉也可以，相當於一個擴張的一個大中樞。好的，這就是針對這個 Marathon。我們再最後看一下要出財報的這個阿里巴巴。那麼基本面大家都比較熟悉了，我們就不說了，我們就看一下它的圖形。那麼在結構上的話，它其實是現在看的周期是月線，它可以是一個什麼呢？它可以是一個大周期季度的一個震盪，就是現在從57.20這裡的話，這裡是123，然後一個非常就是下跌非常強烈的一個回撤之後，又出來一個123，然後這裡其實可以做一個中樞上。我們看一下季度圖的話。看它的季度圖的一個結構，它可以是一個1、2、3，這個3沒結束，就是說這個在季度上這個3可能沒結束，甚至可以再去前面的高點也可以，但是也是可以什麼呢？也是可以往下走，就是在季度上，因為現在這個從58.01到192.67這個反彈已經夠一筆了，這個下跌還是不夠，但是已經有季度的頂分型了，對吧？所以說你兩個方向都要看。其實它就是一個中陰狀態，它要麼是再次突破192.67，那就是前面一筆的延續；如果說選擇跌破117.93，那就是這個下跌的一筆生成了，對吧？怎麼樣選咱不知道，所以說只能跟。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月線上這是我們剛才看的三段之後，哎，回拉了。它這個回拉的低點在117.93，碰到了前面這個121.3，意味着這裡其實是要做中樞了，而且現在這個月線上也有底分型了，因為這裡有跟兩根 K 線包含關係，包含處理之後，這裡是有底分型的，月線上有底分型了，那這裡如果說做一個月線中樞，它是可以往上走的，所以說現在就是看這個月線底分型，只要能夠不被打掉，月線這個底分型只要不被打掉的話，那就有希望給你生長出來一筆。當然了，它也可以是不突破這個192.67，那麼就是這樣，不是有這個中樞了嗎？其實就是一個給一個二脈，它可以繼續下，或者說微轉往上去也可以。所以我們現在計劃的要做的其實就是這一筆反彈這一筆，具體怎麼選的話，具體它怎麼生長出來不知道。前提是117.93這個位置是不能夠被跌破的。這樣說，如果說一旦被跌破了，那就是說明前面這個下跌沒結束，對吧？看一下次級別，從192.67，從192.67下來之後，它現在是走了一個一筆下一筆上的反彈，
這個在周線上是有了，但是呢，这个反彈那就看這個財報了，財報的這個對它的一個影響就比較大了。5月13號盤前，如果說這個財報好一點，往上再衝一衝是可以的，也就是說117.93上漲的一個延續，看一下它的內部，也就是日線上，現在日線上是兩種都要看，這是我們剛才在那個大周期上看的，就月線上看是一個中陰段。那麼到了日線之後，就是192.67，可以是上漲，對吧？突破，可以是跌破117.93，那就是一個下跌延續。而且它這個圖形上也是這樣一個情況，這裡是有一個中樞，它是可以是一個兩中樞趨勢下，我們看一下有沒有接觸上這個低點，145.27，現在是沒有碰到的，現在是沒有碰到。如果直接下去的話，那就是兩中樞趨勢下。如果說往上走，那就要斷開了，從這裡斷開，哎，它就變成了一個轉折了，這樣的是一個盤整下對應一個，要麼是一個三段，1、2、3，可以回來做中樞，然後再往上走，做兩個中樞再往上走，可以這麼演變的，對吧？所以如果說要走1、2、3的話，我們現在就可以測了，等比例154.8。154.8是這個第三筆走到這裡跟前面這筆等比例的，如果說能夠突破154.8，那就不被持了，那可能就去1.618了。所以這就是它要財報之後要看的。如果說要這麼選的話，到等比例10%。如果說往下走的話，就是說 A 中樞、B 中樞往下走，那先要到這個下面這個低點這裡，先要到這個下沿兒，這個128.95，看一下空間7.8%，對吧？上下10%左右的一個空間，只要不跌破這個117.93都沒事兒。其實就是說它可以再往下，它這個中樞可以再醜一點、怪一點、再不一樣一點也沒有關係。沒有說中樞構造的時候就要規規矩矩的，要特別的漂亮或者特別的對稱，不需要特別對稱，它可以是一個這樣。哎，它只要不跌破117.93就可以，這裡還是中樞，那麼這個位置其實還是可以進場的，因為它可以再上，對吧？沒有說中樞就必須這個中樞構造的時候就必須很對稱才可以。好的，這是針對這個阿里巴巴。那麼我們還有一點時間，我們簡單的、快速的那個說幾個，這樣的話我們也不用耽誤太多時間。看一下比特幣，因為大家有問這個。那麼比特幣，我們之前忘了是在上周一，就是在周一直播的時候講過它，還是說在上周講過它？我們當時講它的時候是在什麼位置？在這個位置。我們當時講它的時候在這個位置，就是出現300這個位置。那麼它這個真走出來了，那麼走出來，但是走的不是很強，現在只是走到了這個0.5的位置，就是前面這個1、2、3。哎，你看到沒有？這個結構跟我們剛才說了好幾個圖形都是這種結構，跟這個 AMAT、NBAIS 全是這種結構，就是一個中樞，然後出了中樞之後開始帶一個小300，就這麼個結構，一個盤整上的一個結構。那麼現在它已經到了0.5，但是現在這個這段走的不夠強，但是它也可能沒結束，對吧？那麼它可以再往上衝一衝，比如到0.618，甚至到等比例都可以，這就是它現在這個結構。但是呢，它整個的話，這段現在還是周線的一筆。我們再看一眼它的周線，它完全是可以再嘗試去做一個周3賣，也就是說。從6萬這個反彈呢，從6萬這個反彈，現在即使是能反彈到很高的位，比如到9萬，只要不能夠拉回到前面那個周線大中樞的話，它都是3賣，它可以繼續往下走的。或者說上去了給個3賣，然後給一個2買，3賣轉2買，哎，可以這樣走也可以，前提是不能夠跌破這個6萬前面這個位置，對吧？所以說往上走你要注意了，它這潛在的針對這個中樞是一個3賣。但是前面這裡其實是出現過一次3賣，就是這個97963這個位置，97963這個反彈是夠一筆的。為什麼說這裡也是3賣呢？因為它這個中間這段是不夠一筆，這裡是不夠一筆的。如果說你不是那麼嚴格化的話，這裡算一筆可不可以？也可以，其實這樣的話就變成了一個123，然後現在做反彈，然後呢反彈之後回來有中樞了。哎，也是可以的。那這樣的話就是一個走反向，那這個就拉過去，我們把這個取消，我們重新看一下。
就变成这麼個結構。我們重新畫一下，這樣，這裡是周線的一個向下，它就變成這樣一個結構了。就是那6萬那個 K 線就當成一個毛刺兒，就這樣，對吧？進入段，然後1次反彈，2次反彈，然後這現在是已經碰上了，這裡可以有一個中枢，然後可以繼續下，除非是特別強烈的突破前面這個97963，可以是這樣。如果說能夠特別強烈的突破97963的話，那給回踩，給個2買，可以這樣走，对吧？那這樣的話就是一個前面是一個123，右側也是一個123。如果說只是要到了中軌這個位置，這裡有一個中軌，到了中軌，對吧？那就弱了，那可以繼續往下走。現在也是看它的圖形 ，MACD 也是表達弱。好的，這是針对這個比特幣它的一些变化。那麼再看。現在市場上特別火的這個英特爾啊，現在是可以說是當紅炸子雞，對吧？那麼這個圖形大家也比較熟悉，因為在我們做直播的時候說過幾次。當時有朋友問的時候，應該是在這個位置下面20幾的時候，現在是多少？130最高，這也比較誇張了。當然了，它也是比較特殊的。我之前講過一次市場，它是一個我看的是一個年線大中樞向上走。我們看一眼年線，它在年線上是一個進入段，2次回檔，現在走的是年線離開，年線的小 B 段，哇塞，年線比中樞的小 B 段，這就厲害了。如果說能夠走出來，那就要連漲5年，也不是說連漲5年，就是說這裡有5根兒。這有一根包方關係也可以，然後再有2根，這樣的話也能構成一根這個年線上的一個比中樞，比就是小 B 段由年線的比来那個 K 線來構成的話，对吧？也可以是這樣，或者說它在這裡如果說出現包含的話，也可以一直包含，然後再打一個高點，也是構成一個年線上一比。所以現在是這個，如果說真這麼走的話，那這個公司就徹底就是變相了。那麼從這個離開。從這個17.67，所以現在你只需要關注17.67右側的，季度上還是一筆，月線上還是一筆，周線上3段，1、2、3，我們把這個第3段也給它補出來。周線上是一個1、2、3，那麼你需要把這個拽過去就可以不看它了，我們只需要看這個最低點這個17.67這個位置。那只需要關注17.67右側的。那麼日線上，我現在需要看什麼？40.63，因為40.63是這個周線的3呢，周線的3，所以說在日線上需要看40.67。那麼40.67在日線上還是一筆，在日線上沒有結構，這些小的回檔都是在小周期的，日線上還是一筆，對吧？它走的太強了，它這張口張的越來越大，這個。你任何想做空的人都是，逆勢交易。很多人看不慣這個，我覺得有泡沫這麼的。但是你不趁着有泡沫的時候趕緊把錢賺到，難道說等它泡沫破了的時候去做嗎？熊市賺錢難度是更難呢，對吧？所以說要趁着這種有泡沫的時候趕緊把該賺的錢賺到。那麼在1小時上它是什麼結構？1小時上下面這裡是有一個中樞。然後它就開始走浪形了，就是開始從這個中樞之後就開始走浪形，全都是浪形結構。1、2、3、4、5、6、7，走了個7浪。現在是1小時上走了一個7浪，所以它可以是回來8，然後還可以有9。如果說這個第8段如果說碰到的話，可以再做第2個中樞，因為前面這裡是 A， 可以在這裡做 B。做完 B 之後，看它能不能往上走。如果說有大幅回落呢，比如說3筆的大幅回落，大幅回落只是日線的一個小回落呀。這裡可以給你個五根 K 線的一個回落，那麼你這個回落針對下面這些帶中樞的還是3買呢，對吧？你可以去黃金分割測一下，比如說回落的非常大，跌到了96，那你肯定是進場買呀。針對這些它還是3買，所以走得非常非常強。然後我們再看一眼這個英偉達吧，英偉達這段時間最近幾天。
就是最近一周它涨得还行，但是之前它是偏弱的，跟这些什么跟那些内存储相關的這些股票公司相比的話，它是偏弱的，跟英特爾比它也是弱的，對吧？但是它的結構我們看一下，它在大周期上出現了一個新的變化，周線上它是出現了一筆了，周線上這個是已經出現一個新的一筆。那麼它在這個大周期上是一個，其實是月線的一個，前面這裡是1、2、3、4、5、6、7，它有可能在走月線的第7筆，但是現在這個第7筆現在有點偏弱，就是這一筆月線的這一筆，但是它有點偏弱，我們可以把它它還沒有完成呢，可以先用虛線表達，對吧？雖然說也是有出高點了。217.8，但現在只有3根，只有3個月，所以說看它能不能夠完成這段。那麼如果說完成的話，那就是在月線上它其實走的是一個浪形，1、2、3、4、5、6、7。如果說你把前面都加上的話，那可能就是8、9了。所以這是英偉達，然後看一下它的周線上，我剛才說了是周線的一筆。那麼日線上3段，日線上走出一個小三浪來。看一下，前面這裡的這個回撤，剛好是形成了一個二買，這個194.74針對前面的164的話，它是剛好形成了一個二買。你如果說當時當下你去做這個黃金分割回撤的話，剛好是踩到了0.382，踩到之後，哎，出現了一個包含關係，然後在這是5月6號這一天出現了一個大漲，漲了5.7%，對吧？如果說你一直盯着它的話，可能當時在5月5號。5月5號周二這一天可能不敢進，但是一看，哎，5月6號這麼明顯的一個強勢，對吧？這就是相當於前面這裡，哎，出現底分型，你再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又踩到了0.382，所以這個位置應該進一點倉位的。那麼這樣的話，它應該又打了高點。那麼現在是一個123了，已經是一個123又出高點，但是3有可能沒結束，但是也可以結束，直接一個跳空低開往下走。那這樣的話就是在這裡做中樞，看他們做完中樞就能不能夠往上走。好的，這是針對這個英偉達。那麼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今天就分析到這裡了，再見。